腾讯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好，我们先说现在这个，先从这个电影聊起吧。好，就是你是怎么接到京军大业这个卢德铭这个角色的？我们大家对这个角色还不是特别熟悉。对，他是一个历史资料记载极其少的一位，非常骁勇善战的名将。怎么接到的？就是经纪人跟我接的，啊，对。因为这个角色的话，大家都还不太熟悉。对。你当时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导演有没有告诉你，就说这个角色想要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伟强导演是一个非常有艺术细胞，完了以后话不太多，他觉得好的时候他就不会再，他觉得感觉好的时候他不会再来第二条的这样一个导演。那第一次跟伟强导演合作，我也知道伟强导演的一些习惯跟个性，所以我说那我赶快多问一问，就是周围能够问的人。完了以后，也跟伟强导演也聊过，怎么样去演好一个杀手。对，就是这样的。完了以后，问了一下周围的别的，就是演戏演得好的老师，或者是我的导师，都有聊一聊这个卢德铭这个角色怎么演。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真的是历史资料记载特别少嘛，但是就是因为特别少，可能刻画或者是表演可能对我来说相对有利，因为没有那么多史据可查，就可能我是这么说啊，没有那么多史据可查的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并不深刻。最后因为掩护我方军人撤退，完了以后壮烈牺牲嘛。这个片子然后有一些提前的这个公映嘛，提前的这个看片，有没有收到什么反馈？因为森局那边的话，他看了说感觉很好，感觉大家的表现很好，尤其是觉得像欧豪啊、你啊，像这些角色都是演的比较不错的嘛。是吧？点名我了吗？就说一众演员都是挺不错的，都蛮不错的。对，那当然。尤其是说年轻演员，就是跟过去可能相比的话，感觉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真的是像我们年轻演员真的是在努力的学习啊。觉得这次虽然卢德铭他的这个戏份并不长，你之前做哪些工作，想在这个短的时间内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做一些内心的建设吧，因为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警卫团团长，那个时候他其实在内心里跟毛泽东是心心相印、心心相惜的，也是一种互相的一种敬仰的感情。但是我那个时候跟刘烨哥也不熟，你知道吗？我第一次也是影帝级来的，你说这不能说哈，现在就是那个时候跟刘烨哥也不熟，完了以后第一次过去就也没打招呼的时候情况下面就过去演对手戏，所以我是相当的紧张。但是还好，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在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就是主要是做内心的建设，就是把自己想成是卢德铭。卢德铭作为警卫团团长，他所拥有的魄力，他所拥有的眼神，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脑子里想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首先我在琢磨。完了以后，包括对于知道毛泽东同志，前面在一开始看到毛泽东到看到毛泽东同志到最后坐下来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转变，内心的那些东西，它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这些都会去琢磨，包括在后面的跟毛泽东同志一起问大家苦不苦的那一场，因为有很多群演，那也是需要一种内心的建设，说这些人是我的人，我要问他们到底苦不苦，就一统所有的士兵，把这个气势达到最高。因为将士如果他的自己的气焰都不高的话，你如何带领士兵打仗？所以这点也是一直在做建设。就是说这个也没什么特别多，因为就像你说史剧没什么很多考察嘛，对，就是不断的做建设，对这个人
但是也是因为史剧的介绍不多，所以可以加一些张艺兴自己的发挥跟想象。你之前对革命历史感兴趣吗？感兴趣啊，因为我爷爷就是历史老师嘛，教语文教历史，就从小跟我说三国演义，说那个西游记，说水浒传，这些其实都就从小就开始接触，包括到后面，第一本书好像是小时候看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华上下5000年》嘛，我记得那个时候红色2本上下，很多啊。就每次晚上就喜欢爷爷跟我读故事，说包青天啊之类的，很多很多好玩的故事，神话之类的都喜欢。对。那像党史这方面的话，你了解得多吗？党史啊，有一些了解，但是不那么全，可能也就是个30%-50%啊。大家都说你当时演的那个罗德明的眼神是非常的坚毅的。哦，是吗？对，你那个眼神是怎么当时是怎么演出来的？首先肯定不可没有我们的这个伟强导演，肯定是拍不出这么好的影片。那这次也非常感谢，特别还要感谢一下黄建新导演对我的帮助、支持与鼓励啊，特别是在拍摄过程中过来也看我，然后给了我一些指点，包括在配音的过程中也告诉我一些如何去把自己的语言啊、声音跟电影里面做到完美合一，或者是在做一些不足地方的处理，所以也非常感谢黄建新导演。摄影导演也是，他可能给的镜头啊各方面也给了我一些帮助，包括在后期的剪辑方面，剪辑师啊。都是给予了一些帮助，但是在眼神的话，还是像刚刚我跟你说的，就是内心的建设，内心建设了，他内心里有了，他表现出来就有了。但是我这个内心建设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也问了很多人，特别是要感谢的是，我的一位恩师，我的一位导师啊，他是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啊，这个。自己有没有这个军人梦？哎，我是。特别就是特别喜欢演军人，因为在军人穿着军服，我首先觉得，对于军人就有一种崇高的敬意。为什么呢？在现在生活越来越好，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为了我们祖国，保卫边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保卫我们的祖国，或者是警察。他们可能没什么时间休息，他们就是每天在为了我们的安全、市民的安全在做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这种付出是非常无私的。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我就会肃然起敬。那你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扛枪打仗是有什么样的体验？哇，你不知道那枪很重的，很重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就拿着枪就在试，我一定要。最像军人的样子，然后我问这个老师，问那个老师，因为旁边有很多武术指导嘛，也包括有很多老师，就是知道怎么拿枪的，会给我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告诉我怎么去拿那把枪。虽然到最后影片出来的时候，我拿枪的姿势也不是近乎完美，但是我至少朝这个目标努力奋斗了，我觉得也还就算无怨无悔吧。因为大家在朋友圈里我的好多朋友都说，都感觉这次。你们演得非常燃，对，就是好多的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年轻的演员，这次表现就把以前我们说革命的这个领导人吧，他的这种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燃的这一面表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制作方的功劳，因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个他说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建军大业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就是我们差不多年纪血气方刚的那个时期。正好我们也可能正好是碰巧又正好赶上了，完了以后有一个这么好的导演，这么好的制作公司，把整个这个项目给他做好了以后，当然就好了。其实我们可能年轻演员血气方刚，还能演一演，但是真正的层次我觉得还是得向前辈们多多学习。完了以后，在学习跟前辈们一起演戏的过程中，钻研磨练，我相信。咱们年轻一辈演员一定会，有一片自己的蓝天啊！觉得这次拍摄《建军大业》谁对你帮助最大？哇，都对我帮助大，那这真的是帮助大，大家都帮助大，真的。但是我说我很感谢我那位恩师啊。那在大家印象里，你是努力
像影视方面的话，你会打算去有一些新的挑战吗？就去演一些那种刚刚挑战了角色，刚刚挑战了一个。这个角色还好，就是大家还比较喜欢嘛。不是这个角色，这个角色真的是真的特别正面嘛。对对。反派角色对是的。演了一个讨厌。对，刚刚尝试了一下。好的好的。嗯。挑战一个和你之前的形象特别不一样。其实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跟我形象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看我出场的时候有没有笑啊？没有。你看了是吧？我看了，我没有笑。当时那种状态里还是觉得蛮贴合的。哦，是吗？谢谢，那就好，说明咱们建军大业整个班底的扎实，功力之扎实。然后我的那位导师教的太好了，然后我也可以正好打个60分及格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太好了。你觉得自己表现的还可以是我吧？也是刚刚看了一些片段哈，就是肯定不是那么厉害那么好，因为毕竟我是个歌手嘛。但是我会在演员这条路上呢，慢慢的刻苦钻研，努力学习。对。你看这几年你在音乐方面的话，经常获奖，然后我关注到从15年到现在，像音乐这方面的话，你几乎每年都会拿奖。对，一些小，就是也不对，就是会拿一些奖，但是其实还是做音乐时间太少了。是吗？对。像因为我知道这个做音乐需要就是投大量的精力，那对。音乐和演戏这两方面的时间你是要怎样分配？其实现在演戏就像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因为自己有很多不知道不懂，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中这种时间里面学习，然后可以让自己尽快成长。而音乐呢是我的一个梦想，我非常想当一个好的歌手，然后把我做的音乐，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做的音乐就代表中国的音乐，难道不是吗？我自己编曲，我自己作曲哦，编曲作曲，不仅仅是作曲，是把歌编出来，我自己做出来，用电脑就做出这种成品的歌出来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就属于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作品，带到全世界去也会受到欢迎的话，这会是我一个非常开心跟高兴的事情，为咱国家长脸了。那个我也觉得非常荣幸，所以说这是一个梦想，但是梦想嘛，对，也得努力嘛，但是也会经常因为影视啊、音乐啊两个时间有一些冲突，哎呀，那把自己累的是够呛，但是没办法，自己在音乐这一块，因为自己懂，所以就会磕自己，就死磕。那个不行，那真的不行，那过不了。所以马上我要出第2张专辑了，所以希望通过 QQ 网友朋友们的支持，也可以多多听一下这张不会让你们失望和比较新潮的我的音乐，谢谢大家。